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得知萧炎身中魔毒斑，美杜莎脸色阴沉地问小医仙，怎样才能将之化解？若是寻常斗王和斗皇施展的魔毒斑，小医仙能解，但谢碧炎毕竟是斗宗强者，即便是他想要解，也是相当的棘手。冲天的杀气从美杜莎体内暴涌，他闪现在谢碧炎面前，一把抓住他的喉咙，让谢碧炎这个老杂毛将解药交出来。谢碧炎施展了魔毒斑，本周活不了多久，能让萧炎给他陪葬也算划得来。美杜莎一把将谢碧炎的手臂扯了下来，要他说出解药。谢碧炎额头上满是冷汗，但却很开心。美杜莎对他越狠，说明那小子在他心中地位越高，这样他就会越加痛苦。美杜莎用万仙门所有人威胁谢碧炎，但魔毒斑即便是施展的人也没有解开的办法。听到谢碧炎自己都没有解药，美杜莎的内心被铺天盖地的杀意掩盖，直接一把将谢碧炎的心脏捏爆。杀完谢碧炎后，美杜莎体内的杀意不减反增。她看向下方的万仙门，正准备大开杀戒时，萧炎出声喊着：“彩铃，回来！”美杜莎微微挣扎了一下，便出现在萧炎面前。她一把握住萧炎的手，想要带萧炎回加玛帝国。若是古河不能帮他驱毒，他便带萧炎去大陆上寻找其他能人。萧炎没想到美杜莎竟然能为了自己做到这一步，他的心中十分感动。随后冲着美杜莎笑了一下，偏头看向最擅长用毒的小医仙，问他魔毒斑真的没有破解之法吗？小医仙沉吟片刻，摇摇头，除非能找到比谢碧炎高一个等阶的强者，也就是传说中的斗尊出手才行。小医仙望着萧炎紧皱的眉头，魔毒斑虽然极其阴毒，但也并非完全是坏处，这其中蕴含了谢碧炎毕生的斗气。若是萧炎能扛过去或者破解，那股庞大的斗气将会被萧炎尽数继承。萧炎苦笑一声，如今保命才是最关键的。他问小医仙魔毒斑多久会彻底爆发，得知只有半年的时间后，萧炎略感烦躁。小医仙连忙说，他虽然解不了魔毒斑，但却有办法让他爆发的时间推迟。萧炎这才松了口气，看向依旧紧咬银牙的美杜莎，让他放心，说不定魔毒斑还能让他实力大涨呢。见小医仙心怀愧疚，萧炎让他先将这里的事情解决掉。解决完这边的事情后，小医仙带着萧炎三人直奔天毒城。在毒宗总部的深处，有一片怪石林立的石山，这里属于毒宗的禁地，寻常只有小医仙一人能够进入。此刻，美杜莎、小医仙和紫妍三人正围在石林中心的水池周围，看着池中赤裸着身体的萧炎，美杜莎谨慎地问小医仙，池中的毒水不会对萧炎有什么伤害吧？这池毒水是小医仙配置了上百种毒草毒虫才磨合出来的，其中蕴含的毒极其强烈，但却正是中了魔毒斑的萧炎需要的。萧炎在池中修炼，再配合小医仙的引导，能够以毒压毒，将他体内的魔毒斑暂时压制，从而延长爆发的时间。此刻，萧炎胸口处的黑斑周围已经出现了一些褐紫色的小点，正是这些小点将魔毒斑的扩张压制得缓慢了许多。小医仙松了口气，萧炎体内有异火存在，虽然并不能破解魔毒斑，但却可以将魔毒斑压制得更久一些。美杜莎催促小医仙赶紧去引导毒水进入萧炎体内。小医仙的脸颊突然绯红，让美杜莎和紫妍先出去石林外等着。闻言，一大一小两个美人顿时向小医仙投去怀疑的目光。美杜莎双手抱胸，不觉得这有什么好见不得人的，谁知道小医仙会不会玩什么花样，她必须要在这里保证萧炎的安全。小医仙有些气急，但最后还是只能一咬银牙，随便他们两个。随后，小医仙轻轻解开衣衫，一具凹凸有致的赤裸身体出现在美杜莎和紫妍惊愕的目光中。美杜莎脸颊浮现一抹罕见的绯红，轻咳一声，转过身，将偷看的紫妍一把拉住，往石林外走去。紫妍被美杜莎拖着，偷笑着说：“小医仙没有她变大的时候大。”小医仙脸上浮现一抹羞怒，收回目光后准备下水，却发现水池中的萧炎不知何时睁开了双眼，正一脸呆滞地看着他。两道目光对视了一会儿后，萧炎终于回过神，连忙转移目光。小医仙赶紧进入池中，将身体遮掩在黑水之下，只露出一个脑袋。萧炎望着小医仙，干笑着问他要干嘛。小医仙无语地白了他一眼，当然是要给他压制魔毒斑了。接下来，小医仙会用自己的身体做引导，控制毒素，再对魔毒斑进行彻底的压制。
这样便能够为萧炎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去寻找斗尊强者为他解毒。他让萧炎将眼睛闭上，没有他的允许不许睁开。之后小医仙站起身开始封印魔毒斑，但就在即将完成封印符文时，魔毒斑突然喷射出一条足有拇指大的剧毒黑线。小医仙正想施展手段摧毁这股黑线时，四处逃逸的黑线周遭出现一团碧绿色火焰。见萧炎想将这丝魔毒斑中的斗气炼化为己用，小医仙松了口气。若是萧炎能将这股黑线炼化，也能让他的实力有所提升。为了炼化这一丝魔毒斑，萧炎体内的斗气耗尽了将近2/3。萧炎睁开眼后，身形矫健的跃出池子，冲着小医仙笑了笑。小医仙连忙移开目光，急忙让萧炎赶紧穿上衣服。等萧炎穿戴好后，小医仙好奇地问萧炎，炼化那丝毒线提升了多少实力？萧炎感应了一下，他现在处于2星斗皇巅峰。他摸了摸胸口的魔毒斑，也不知道将它彻底炼化时能否达到斗皇巅峰。想到这里，萧炎对魔毒斑不再像之前那般厌恶和抗拒。小医仙的封毒之法，再加上萧炎的异火相助，2年之内魔毒斑都不会爆发。也就是说，2年内萧炎必须找到斗尊强者为他解毒，否则到时候封印自动消散，魔毒斑便会彻底爆发。但据小医仙所知，整个西北地域都很难找到斗尊强者。萧炎安慰他慢慢来，反正还有2年的时间。他的心头突然闪过药老曾经说过的封尊者，真要找斗尊强者的话，或许这位据说和药老有生死之交的老友会靠谱一些。毕竟听苏仙大长老说，这些年封尊者一直未曾放弃寻找药老，由此可见他们2人之间的交情坚固的远超想象。但斗气大陆这么大，又该去哪寻找封尊者呢？萧炎和小医仙刚走出石林，美杜莎就急忙上前问情况。得知只能封印2年后，美杜莎连忙问2年后小医仙能否再次设置封印。见小医仙说只能施展1次，美杜莎刚想出言斥责，萧炎连忙挤到2人中间，让小医仙给他们安排个住处，好好休养一下。深夜在床榻上修炼的萧炎睁开双眼，与其将希望放在斗尊强者身上，还不如放在第3种异火上更靠谱。他很清楚，若是能凭借自己的实力将魔毒斑破解并吸纳，所获得的好处远比请人帮忙多得多。想到异火，几张充斥着古老气息的残破地图出现，萧炎死死地盯着地图上的黑莲图文，心脏猛地跳动。他很清楚这张地图代表的是何等恐怖的东西。净莲妖火榜上第3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